30欧吗？30 euro。OK，sorry，对面两个妹子被我吓着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现在正在伊斯坦布尔，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最终旅行地，只是在这边转机。然后，因为是时间比较久嘛，所以我打算出去市区快闪打个卡，然后再回来坐飞机等下一班的航班。然后伊斯坦布尔不是我第一次过来，已经来了，这是第2次了。上次来的话大概是一年多前，2023年应该是1年多了。还是感觉对每个东西还蛮熟悉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因为现在只有8个半小时左右，我看看我从机场到市区，再从市区回来，我到底能不能就是赶得上航班。Welcome to Istanbul。伊斯坦布尔机场非常的大，而且据说是世界级的那种5星级机场，所以人就特别的多。所以就跟那个欧洲一些小机场比起来，这边如果在里面转悠的话，能逛的时间还蛮久的。取了大概土耳其里拉1000左右，然后在这边银联卡、Visa 卡、Mastercard 都可以刷，在那个机场到达的那个1楼有个 ATM 机，然后可以插卡直接取现。当然因为是转机嘛，所以我不打算取太多。就是中途比如说要吃点东西，或者说一些小型的花费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会用到现金。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中国银行扣的那个款项，大概是1000里拉等于220多人民币，然后其中是14块钱左右是那个手续费，所以大家可以算好，如果是在转机的话，到底要带多少钱。当然今天我也会看一下到底我最后能花多少，我的目标是尽量把这1000里拉花完，但是如果能刷到卡的话，我会尽量刷卡。我刚刚去找存包的那种机器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。其实也有人工的，但是感觉人工费用的话收费不是特别合理，它只有24小时，而且就要200多里拉，而且加上我身上的贵重东西比较多，如果我全部拿出来的话，估计我的身上也带不下去，所以我打算就先这么背着，然后去市区。接下来我现在要去找大巴，大巴的话应该是在机场的负1到2层的样子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电梯，电梯外面会写着那个0层是去坐 metro， 负2层是去那个 bus， 所以我打算去负2层坐那个去市区的公交。到了巴士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现在要去的是 Taksim 这个广场这块，还有3分钟就要发车了，所以看一下认准的 Havalis 的这个标志，然后上车可以购票。Taksim yeah。终于到了目的地，到了 Taksim 广场，然后这边很热闹，这边呢基本上是1个小时一班的大巴去机场，所以我打算在坐大概是10点左右的，然后去机场，然后去 check in。然后现在我是准备往市区走，先往那个 Taksim 广场吧。然后这条路好熟悉啊！大家听到了没有？清真寺每天诵经的那个声音，每1个小时就1次。刚刚有几个大叔跟我吹口哨，让我坐 taxi。对了，就是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尽量选择公交，不要选择那个 Uber 之类的。因为他这边司机好像据说，因为 Uber 那边的压价太厉害，然后他们不愿意提供 Uber 上面的服务，所以就是你做 taxi 之前一定要跟 driver
提前讲好价格，然后再乘坐，否则可能会遇到被宰的情况。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是屡见不鲜，在当地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问题了。所以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害怕的话，大家就买那个地铁卡，或者坐公交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在车上没有来得及拍摄，就是上那个公共大巴的时候，好像给那个刷信用卡就好了，大概一个人是204里拉，也就是大概4、5欧元吧。然后好像是不接受现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是蛮方便的，因为不用提前去取现。所以我现在在想，我身上带着这1000多里拉该怎么花掉。现在伊斯坦布尔的气温大概是13、14度，跟阿姆斯特丹比起来，这已经算非常舒服的气温了。虽然晚上还是有点凉，然后今天虽然没有天晴，但是至少没有下雨，这点就很棒。我现在就是顺着之前的记忆，找回在塔克斯姆广场走路的感觉。然后现在的时间是7点15分，也就是说，离出发还有7个小时20分左右，所以时间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人不是很多呀。应该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旅游季，广场上人很少。这就是塔克西姆广场，对面有个超级大的清真寺。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晚上来看这个景色，上次是白天。广场上人没有特别多。这里还有一个那个纪念碑，这也是塔克斯米广场的一个很著名的标志。然后周围附近呢都是各种商店呢什么的，但是我今天不打算在附近吃，我打算去海边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卖那个烤鱼三明治的。红色的叮叮车吧，应该是，然后在很多的图片啊、杂志，包括电影中看到过。不过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关掉了，所以只能像这些路人一样打卡拍照。然后现在这个广场纪念碑好像也关掉了，所以只能从外面看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据说它这个电车好像是世界第1还第2的，就是那个电车吧，据说就是隧道电车。这路上卖这个 kebab 的店真的很多，看得我都饿了。土耳其不愧是猫城，到处都是猫咪，看，是吧？流浪猫很多，但是这边人好像对猫还是算是比较友善的，也不会去特意去杀戮这些猫咪，所以感觉也算是这猫咪的一个幸运所在吧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烤鱼店吗？卡拉科伊、巴里克、杜鲁，你看这队伍排的，好夸张。看来我得尝试一下，难得来一趟。它这个一条鱼是大概200里拉，如果是 double 的话是400，两条鱼的话。好像也不便宜，其实。这个是最有名的那个最火的烤鱼店。看看这个三明治鲍鱼是怎么做的。这应该是青花鱼，我觉得。看起来很香啊！它这每做一个三明治蛮费时间的，它首先得先把鱼烤好，然后包在那个皮里面，加上菜叶，最后呢再放在上面再烤一次，上面再撒上一些酱啊之类的。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排队要排将近1个小时的原因，真的是饿了1个小时，为了这一口。所以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Thank you。烤云三明治，这就是他们家的店。那现在人还是很多，现在已经8点多了当地时间，但还是人很多。1个小时的排队才买了这个200土耳其里拉的这个烤鱼三明治，尝尝味道。不错，好吃。它这里面包的香菜，还有烤鱼，然后里面包了加了一种很特殊的酱，层次很丰富。这个鱼的这个皮也非常的棒，很软。卡拉尤克的那个这附近，然后这边也可以现金，可以钞票。这一口下去，我的整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，食欲也完全打开了。现在这边就是卡拉科伊，然后码头，这码头附近人还是蛮多的。这应该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了，还是蛮漂亮的。虽然晚上好像船不是特别的多，对面就是那个蓝色的清真寺，现在是在河的对面啊，哦不对，应该是海的对面，但现在看的还是有点远，感觉从桥上看上去的景色还挺漂亮的，而且蓝色清真寺看得非常的耀眼夺目。刚刚在那个海边拍了很多照片，走过了当年去过的地方，还是蛮感慨时间的流逝的。然后现在时间大概是8点半，然后离登机现在还有5个半小时。虽然时间还是有些盈余，但是我打算先去地铁站看一下，能不能买车票地铁去 Taksim 广场，因为Taksim 那边是一个坡嘛，是一个山，然后走上去的话，估计我的腿就要断掉了。而且这个时间点如果走过去的话，可能在路上得花费不少时间，所以我在想先看一下能不能在不办地铁卡的前提买地铁票。选择英语卡，然后是选择 You can buy Istanbul card from this menu. Please take your card from return tray below. 还是买了一张卡，最后，因为它的那个次卡必须得给现金，所以先这样吧。这个卡是130里拉，然后是不退的，然后里面刚才我给了200里拉嘛，所以剩下的70块钱就放在里面作为那个充值了。然后它这坐地铁是每一次20里拉，然后只要进站上刷卡就好了，出站是不需要刷的，所以这一张卡可以给多人使用。如果来旅游的话，可以记住这个 tips， 这样就不用办好几张卡了。好，现在车来了，我现在去 Taksim 广场。土耳其这边的坡真的很多，虽然没有想象的那么陡，但还是怎么说呢，连绵不断的感觉，上坡下坡。今天这个坡走的我真的是怀疑人生，当然上次也是了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喜欢搭 Uber、坐 taxi 的原因，或者坐公交。如果真的是这么硬走的话，我估计腿就不是自己的了。第2天。这是加拉塔 Tower， 对，叫加拉泰塔吧，哇，好拗口这个音，加拉泰塔，加拉塔 Tower， 我还没有上去过，但是据说，从下面看的角度会更漂亮一些。虽然现在这个点而且已经关掉了，但是下面拍照的人还是蛮多的，其实。
Galata Tower 据说是君士坦丁堡几百年前建国的时候的最重要的那个防守塔，然后用来消防啊，包括监视敌人的进入的一个塔，所以也是当地最代表的建筑之一。是伊斯坦布尔人民的一个保护塔，瞭望着整个金角湾，保护着人民的生命安全。哇，真的人很多，这都已经9点多了。你上去可以瞭望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市区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类的。也听说，如果恋人上去牵手，就可以保证一辈子白头偕老。虽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扯淡，但是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上去看一下。然后看了一下 ticket， 大概是一个人是30欧吗？30 euro。OK，sorry，对面2个妹子被我吓着了。哦，这么贵。OK， 那我还是不要上去了。现在这是独立大街，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但独立大街一点都没有清静下来，可以被称为不眠大街了吧。然后现在虽然离去登机还有4个多小时，但是我现在可能打算要往大巴那个方向走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晚点，会不会遇到晚点啊这种情况。然后大巴呢乘坐地方也是在那个 Taksim 广场附近，所以从这边走过去的话也不会特别远。这边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主街了，基本上。很热闹啊，市井气息非常的浓。但感觉时间有点短，但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快闪的旅行也快接近尾声了。然后回来的时候感触还是蛮深的，虽然只是1年多前，但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这边转转。然后回到了这个停车上车点，然后现在看了下一班是现在是10点24，然后下一班应该是10分钟之后。然后我把那个剩下的一些零钱，我不是取了1000里拉嘛，我最后吃东西，包括买地铁卡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除去之后，最后还剩了200多里拉，最后全部存在了我这张交通卡里面了，就这张交通卡里面。然后交通卡里面还有200多余额，204坐车去那个机场，然后剩下的话，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来伊斯坦布尔的话，可以留着花。130里拉的这个交通卡它是不退的，所以这个卡就相当于是制卡费一样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就当留作纪念也挺好的。再次回到了机场，然后现在还有3个小时左右起飞，所以我还有充足的时间在机场里面休息一下。不过整个行程还算是比较顺利的。然后现在我准备去登机。伊斯坦布尔的这个机场 ，lounge 这边来休息一下。它这个叫 IGA 机场，也是新建的，非常非常的大。然后关键是它是24小时营业的，所以就非常方便我们这种坐深夜航班的人。不知道现在提供的食物还多不多。然后现在离登机还有3个小时不到，所以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在里面休息的。哦，还是有蛮多人的感觉。好多人，我得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吃点东西。哇，怪不得排队，刚才排队排那么久，全是在这吃东西的。对，然后现在是大概是12点多当地时间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然后离登机还有2个小时左右，回味一下今天将近9个小时左右的快闪，
伊斯坦布尔市区之旅。感觉时间上，分配还算 OK， 只是觉得在后半程的话有点赶。尤其是快回来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在市区再多待一段时间，至少可以待到什么11点左右，再坐大巴回来。因为这个点的机场人不多，然后安检各方面也不是特别拥挤，所以完全可以再多待一点时间。对，大概就是今天这种感想。然后接下来我的航班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往东京羽田的，然后又是一个长达10个小时的航班，所以我得在上面好好休息一下。